我之前逛 Bills 找到一堆这种小 Jordan 的衣服。Bills A.K.A. Bills Outlet A.K.A. Berks Outlet， 名字一大堆，有什么好讲的呢？只要是折扣店，就值得讲一下，就有意义，存在即正义。想当年，我只要看到 Outlet 这个字眼，就一定不会放过的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美国的折扣店一大堆 ，Bills 有什么特别的？它是怎么在 TJ Maxx、Ross、Burlington 之间夹缝求生的呢？如果你家附近没有这个折扣店，没关系，就当看热闹，跟我一起体验一下美国南方的在地风情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Bills 是折扣店，就是 off-price 店，会卖一些过季的折扣商品。折扣店顾名思义，主打的就是折扣。现在的 Bills 是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家族企业，另外一个 Bills 来自德州，两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德州的 Bills 被大财团给收购了，然后大财团就开始四处注册，所以佛州的 Bills Outlet 只能在佛州用，一跨出州界就只能委屈的叫 Berks Outlet。很混乱吧？美国很多品牌就是这样。疫情期间，大财团的德州 Bills 宣告宣告破产。那佛罗里达的老大哥用跳楼大拍卖的价格把它买下来，也买下 Bills 在全美的商标权。这一下，佛罗里达老大哥成功变身超级老大哥。但是人家本来就很猛，没上市，本来全美就有600多家门市。接着，佛罗里达老大哥开始慢慢想要统一天下，通通都叫 Bills， 把 Outlet 的字眼拿掉了。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把 Outlet 的定价也拿掉 ？Off-price 其实是一种过剩经济啊。为什么这些店会存在？就是因为美国生产太多，美国厂商做太多货，预测错误，季节过了，百货退货啊，电商退货。简单来说，对我们消费者而言 ，off-price 是捡便宜的天堂。但从商业角度来看，它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垃圾桶。但这个垃圾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我用我的感受来形容，我觉得曾经的折扣店真的是遍地黄金，真的可以强烈的感觉到他们想要清库存，要换现金，商品对他们来说就是纯粹的竞价加利润。他们不在意某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要定价高一点，他们不在乎行情。这是最能挖到宝的时期，爽度也是最纯粹的。现在他们都很会了，他们内行了，他们舍不得了。他们开始搞一些专门做给折扣店的款式，一些特供款啊，或是塞一些自有品牌进去。加上这几年通膨严重啊，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这个垃圾桶开始涨价了。这年头什么是好东西？你知道，我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。我之前逛 Bills 很久以前，然后找到一堆这种小 Jordan 的衣服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这边没人要，那边没人有，那我就沿着大街小巷每一个 Bills， 其实不止 Bills 啊，只要有这种东西的折扣店，我就都会去逛。现在没有这种资讯差，可是永远都会有一个 gap， 就是总有什么东西是这里有，那里没有，那你就是找到这个东西。未来呢？未来不好说，但我觉得超值好货只会越来越少，折扣店的套路只会越来越深，所以要把握当下，现在还有的捞就要用力捞。当然啦，这个资本不行了，还是会有下一个资本补上的。美国为什么会有一堆折扣店呢？我觉得是人性，资本是毫无人性的，但他最懂得利用人性，所以他会一直推出新的，满足追求新品的人，他会制造话题，满足追求话题的人，他会打折，满足想要追求折扣的人。只要你是付钱的人，你就是资本在乎的人。他不是在乎你，他是在乎你的钱。哎呀，至于人性呢，就是贪，哇哈哈哈！先别急着生气，我连我自己也一起骂了的。我们都贪，要么贪图方便，因为折扣店开得离家近；要么贪图便宜，因为折扣店真的比较便宜；要么贪图一个爽感。有时候折扣店挖到宝，那真的太爽了。但这也未必是那种我要买最贵的包包的贪，有时候也是一种我要用最少钱过上还不错的生活的那种贪。这种贪不见得虚荣，甚至有一点务实，它是美国生活的一个缩影，也是通膨时代的一种生存本能。折扣店之所以越开越多，不是因为美国人变了，而是美国人发现原来还不错的生活，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维持。又或是
用这种方式其实也能维持原来还不错的生活。所以存在即正义，大家都有利可图，大家就都会一直这么做。这些年啊，你真的可以感觉到折扣店越开越多，其中一个好处是撑住了很多 dead mall， 也带来工作机会。但也有一派不一样的说法，他们不只开在 mall 里面，也开进一些倒闭的零售空间。这些零售空间原本是相对中高端的消费商圈，而有些人认为折扣店的进驻会拉低原本的消费水准，甚至有人觉得这样是在伤害社区价值。我觉得典型的折扣店确实是如此，确实有时候真的就是脏乱差，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消费环境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冲击在 Bios 身上完全看不到。Bios 也是折扣店，但你在里面逛的时候气氛完全不一样，里面没有抢破头的混乱，反而真的就像是一群已经退休精打细算的婆婆妈妈，甚至是老爹爹在里面悠闲的逛着。我觉得 Bios 是一种很典型的南方折扣店。Bios 很多店都开在 Florida、Alabama、Mississippi、Georgia， 共同点就是温暖、节奏慢、生活成本低。我住在 Georgia， 在 Mississippi 住过快2年，经常跑佛罗里达、阿拉巴马，更是往返密西西比跟 Georgia 必经之路。我不只经过，我是很认真的在这些地方扫过货，跑过沿途大大小小的 mall。这里的生活步调是真的慢，很适合养老，很多宝贝可以挖。因为这里很多人没那么在意是不是最流行、最酷、最潮的东西，有着很不一样的生活形态。尤其佛罗里达一年四季几乎都不会下雪，短裤、短袖、夹脚拖是标配啊。对，还有花衬衫。从佛罗里达起家的 Bios 完美呈现这种度假休闲风，所以我觉得 Bios 其实是一种退休经济。如果说 TJ Maxx 代表的是美国城市的折扣店文化，那 Bios 就是乡镇版本的美国折扣店文化，就是乡村版的啦。我其实之前就有逛过 Bios， 我大概知道他们都刻意开在 City 的外围，经常会开在条带商场，不会在 City 里面跟其他折扣店正面对干。我实际跑了一趟啊，我觉得很明显选品风格不同，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一般的折扣店就是什么赚钱进什么，有时候会有跟自己调性完全不合的东西出现，或是说就是乱刀流啊，没有调性。但在 Bios 可以很明显感觉到，它有刻意在维持那个度假休闲风。当然，它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毕竟它是折扣店咩。只是它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。这个是很有趣的东西，这个是授权的 ，Reebok 授权的，Puma 没意外，这个也是他授权他们做的，这个应该是 Salt Life 授权他们的。其实这些东西大概都来自同一个厂商。那一般的折扣店就只进 Reebok 或是 Puma， 但是他这边他就特别会有这种冲浪的啊、钓鱼的啊这种的品牌。我觉得是他的 TA 啊，他的客人就是会买这种品牌的东西，所以他可能进个 Jordan 太 fancy 的那种东西，他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他很明确的就是都是这种退休老爹的品牌，美国中产老爹的品牌，这种很传统的美国的品牌。其他折扣店很少看到 Real Tree 的四角裤，别的折扣店都不会有这种。还有一个最让我意外的就是他们的陈列 ，Bios 的陈列很干净、很整齐，这让我很意外啊。它是折扣店，但又不像一般折扣店那样乱七八糟，给我的感觉这是一间有在维持的折扣店。又或许啊，它就是要维持整洁跟清爽的环境，给那些退休的婆婆妈妈老爹们，这样好像就不意外了。同样都是折扣店，有些店是在做捡便宜的生意，但有些店啊，其实是在做生活方式的生意。我觉得我用了好多我觉得，因为这真的是我觉得的，这是我的生活体验、我的经验、我的总结，是这些创造了现在的我。曾经啊，我觉得这3个字没什么重量，你觉得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，应该是要有很多数据啊、图表啊，甚至要有 PPT 来佐证啊，最好做一份完整的商业报告啊。但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，你觉得之外的东西啊，那些冰冷的数据啊 ，AI 只要3秒钟就可以生成一大片，但 AI 没办法生成我觉得的东西。我觉得的东西一定是不完美的，但一定都是真实的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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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